其实我师尊本来长得非常漂亮，我们曾经看过师尊年轻之时的画像，她年轻的时候真的很美，甚至比如今的秋水前辈还要美。可是那丧心病狂的慕容命天竟毁了我师尊的美丽容颜。不仅如此，他还使用我师祖的禁药，让我师尊的容颜永远无法恢复。实际上，我师尊现在的面貌是假的，他的真实容貌早就被毁了。说到此处，春武已是泣不成声。这一刻，楚风的双拳猛然握起，一股难以形容的愤怒自心底蔓延开来。他似乎明白了，为何缥缈仙姑这么强大，却给予自己一副平凡的面容。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美丽容颜被毁，所以才在内心产生了变化，觉得拥有一张绝美的容颜，倒不如平凡一些为好。本来慕容命天还想废除我师尊的修为，幸亏这时师祖醒来，师祖看到那么多弟子皆被残害，连我师尊那美丽的容颜也遭到毒手，顿时暴怒无比，对慕容命天施以残忍折磨，其中便包括以强大阴法斩切掉了慕容命天的命根，对他的肉身造成了永久的破坏。但是慕容命天最终却凭借特殊手段逃脱了。不过因为他身负重创，所以我师尊与师祖都觉得慕容命天在劫难逃，性命注定不保，是活不成了，也就没有再搜索他的下落。想不到他不但活了下来，还创建了诛仙群岛，并且活了这么久。正常来说，哪怕他突破到了6品武王，也无法活到近1000年，而他能活这么久，定是靠着在缥缈仙峰得到的好处。这个畜生如今竟然还敢率领这么多人来攻打养育他培养他的地方，简直就没见过这样的人渣。春武气得浑身都在颤抖，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的愤怒。而得知事情经过的楚风也早就怒火涌动全身，他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那慕容命天，眼中尽是浓烈的杀意。先不说那慕容命天对缥缈仙姑的所作所为，既然他是诛仙群岛的真正掌控者，楚风便能够想到，那使得紫灵天赋被束缚的恶天丹，肯定也是出自他手。此人当真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住口！谁让你们踏平缥缈仙峰的？这里可是养育我的地方，难道你们要踏平养育我的地方吗？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那慕容命天却是突然开口训斥诛仙群岛的众人。而他此话一出，诛仙群岛的大军自然赶忙闭嘴，没有人敢再说半个字。由此可见，这位从未露面的老祖，在诛仙群岛大军的心中，有着多么强大的威慑力。好一个诛仙群岛，诛仙这2个字还真是意义非凡。看来你起这个名字之时，就已经在计划着今日之事了。你今日来抓楚风是假，来向我缥缈仙峰复仇才是真吧？缥缈仙姑问道。师姐，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我与你倒是有些过节，但是我与缥缈仙峰可没有仇。我说了，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今日来此是为了感恩的。慕容命天一脸无耻的笑道。感恩需要带着这么多人来吗？缥缈仙姑也是讽刺的笑了笑。不带这么多人来，我怕师姐不让我进去啊。慕容命天道。我让你进来，恐怕我就要出去了。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来感恩，而是你受限将至，想借用仙锋的力量来续命。缥缈仙姑冷言说道。师姐果然是明白人，既然你这么清楚，又何必多此一问呢？现在收起守护大阵，放我等进去，我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你若非要逼着我破开守护大阵的话，那个时候可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慕容命天说道。破开守护大阵，那可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这一刻，缥缈仙姑的面容转冷，双眼紧闭，随后只见其双手急速变化，最终猛然暴喝一声，天剑仙阵开！一时之间，无数道金芒四射的大剑自那守护大阵之中爆射而出，那大剑每把都有10几米长，蕴含着非常强大的力量。此时此刻，初步估计，那金色的大剑足有数千万把，缓缓旋转之间，宛如守城大军一般，自四面八方将缥缈仙峰封锁得水泄不通，气息之强，宛如没有什么能够破开此阵一般。天剑仙阵倒是听师尊说过此阵，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今日总算是开眼界了。看着那万剑缠绕的大阵，慕容命天也是眉头微皱，因为他可是听闻过此阵有多厉害。老祖，这天仙剑阵好厉害，若是强攻的话，我们恐怕难以攻下。事实上，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天仙剑阵的厉害，而慕容聂空更是忍不住开口说话，因为他觉得这天仙剑阵的威力似乎已经超越了寻常的6品武王，若是强攻，当真是难以攻下。你老祖我踏入6品武军已不是1日2日，之所以一直没有来这缥缈仙峰，惧怕的并非是缥缈仙姑，而是这天仙剑阵。天仙剑阵根据守护者的实力强弱而定强弱，缥缈仙姑的实力虽然与我一样，但是他既然操控这天仙剑阵，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慕容命天说道。老祖，那怎么办？我们辛辛苦苦联合3大妖族，冒着残夜魔宗可能攻打我们总部的风险来到此处，总不能无功而返吧？慕容聂空很是担心的道，因为他们此次出动几乎可以说是调集了所有兵马，只留下几位高手守护总部。若是残夜魔宗趁虚而入，他们的总部恐怕不保。残夜魔宗自从在那位宗主死去之后，就根本不足为惧。如今我与3大妖族联手，想灭掉他们，还不是轻而易举。东方海域已经没有他残夜魔宗容身之地。至于总部，如果真的保不住，那也就不要了。这缥缈仙峰乃是传自远古的产物，是东方海域最为神圣之地。我们只要将它攻下，这里日后就是我诛仙群岛的总部。慕容命天说道。只是这座天仙剑阵这么厉害，我们要如何攻破？慕容聂空感到不解。这天仙剑阵我的确破不了，不过这位来自五之圣土的朋友可是有办法的。我说的对吧？将七杀小友。慕容命天笑眯眯转过身来，将目光看向了身后那位面容英俊、满身符纸的年轻人。慕容命天，记住答应过我的事，你若敢反悔，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毁灭？江七杀淡漠地扫了一眼慕容命天，眼中没有丝毫的尊敬，相反还有着一抹轻蔑。说完这句话后，他也不顾众人是何表情，便径直地穿过慕容命天，向大军的最前方走去。这一刻，慕容聂空等人的脸色很不好看，竟然有人敢这么对自己的老祖宗说话，他们身为后辈的，当真是看不过去。不过，在慕容命天的示意下，他们却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毕竟他们也很清楚，这位叫做江七杀的年轻人的来历。先不说他的实力，单单是他的身份，就让诛仙群岛之人为之忌惮。而眼见着那江七杀走了出来，楚风则是眉头微微皱起，他最怕的就是武之圣土的人插手。可是现在，对方果然还是要插手了。浮烟，这便是你说的那来自武之圣土的人吧？缥缈仙姑向身旁的秋水浮烟问道。他显然也注意到了，那江七杀很不简单，他的装束的确与我和楚风当日见到的人一样，不过他的实力却要比那两人还要强。真不知道武之圣土到底有多少人来到了我东方海域？秋水浮烟也是柳眉微皱，他也最为害怕武之圣土的人真的与诛仙群岛联手。我并不怕慕容命天，更不怕诛仙群岛，但是这武之圣土的人却不得不防。缥缈仙风传自远古，我身为此处的守护者，虽无法彻底掌握这里的一切，却深知此处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宝藏。武之圣土的人若是要插手，我恐怕也是守护不住。缥缈仙姑此刻脸色凝重，凌厉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那江七杀。此刻，江七杀站在大军前方，手拿一个长达1米的古老书籍，那书很厚，不知道其中记载着什么。江七杀就那样不急不缓地翻阅着，丝毫不将众人的目光放在心中，乃是真正的目中无人。仙姑，那听了此话，秋水浮烟也是担心起来，情急之下竟抓住了缥缈仙姑的手。放心，我担心的是武之圣土的人，毕竟那片土地神秘莫测，高手众多，若真的有高手来到此处，我们的确难以应付。但若只是这个娃娃便想破开我缥缈仙锋这天仙剑阵，那可就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了。况且若真是此阵破开，我也不会顽固到拼死守护，毕竟还有你们这么多条性命陪着我。若真是抵挡不住，我会尽我全力带你们杀出一条血路，离开此地。缥缈仙姑这番话说得很平静，可以看出她早就做好了打算，但同时也能看出她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抵挡住慕容命天等人。就在这时，那江七杀竟然闭上了双眼，并且他翻阅书籍的速度突然加快，只见那一页页的书面如风一般在其手中翻动。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奇异的气息也是自那古老的书籍之中散发而出。突然，那书籍光芒大盛，宛如明日一般，照耀的附近之人难以睁开双眼。解符！紧随其后，那江七杀再度暴喝一声，只听得一声巨响，其手中的书籍竟然变化，化作了一座高达1000余米的大门。那大门太大了，上入云端，下入大海，屹立在天地之间，宛如一座链接天地的阶梯。而那大门的形状也很怪异，就如同那江七杀的装束一般，贴满了刻画着怪异符咒的符纸，给人一种颇为阴森的感觉。在场之人，除武王境的外，所有人都将你们的本命力量全部灌输此门之中。江七杀开口道，只不过他此话一出，足足数千万人皆是彼此互相观望，没有一人听从他的话。本命力量，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可不仅仅是将修为灌输其中，可是涉及到本源的，搞不好就会死掉。谁会轻易的将本命力量交给他人？尤其是这种从外表来看就很是古怪的阵法。诸位，今日叫你们来此，并非真的要你们与缥缈仙锋拼命。那天仙剑阵，你们也看到了，若是强攻，恐怕咱们人数再多也难以攻下，到头来不过是白白送命。但是我之所以叫你们来到此处，自然是需要你们。此时此刻就是需要你们力量的时候，所以诸位都不要犹豫了，祭奠出你们的本命力量吧。你们放心，我慕容命天以人格担保，这阵法只是需要你们的力量来激活，既不会影响你们的修为，更不会夺取你们的性命。慕容命天开口道，谨遵老祖之命。而他此话一出，诛仙群岛的众人率先响应，一个个的不再犹豫，纷纷将自己的本命力量祭奠而出，灌入了那怪异的大门之中。紧随其后，3大妖族的大军也在3位族长的示意下，分别祭奠出自己的本命力量。一时之间，一层又一层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开始融入那满是符咒的大门。在这种变化下，那贴在大门之上的无数张符纸便开始闪烁出微微的光芒，并且那光芒越来越盛，那符纸之上的符咒甚至开始缓缓蠕动，就如同获得了生命一般。这一刻，那江七杀始终紧闭着双眼，直到那大门之上的符纸已经开始剧烈颤动之际，他才猛然睁开双眼，爆声喝道：千万伏兵阵，开！他此话一出，那大门之中竟然爆发出一声怪异的咆哮，紧随其后一道身影竟自大门之中爆射而出。这道身影高达3米有余，人身兽形，手拿长枪，气息极强，竟是5军巅峰。紧随其后，数道咆哮纷纷响起，只见那大门之上的符咒不断变化，足足数万道身影便接连爆射而出，无论是形态还是实力，都与那先前的那只怪物一模一样。而到的最后，当那大门安静下来之际，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此时此刻站在大门之前的强大怪物足有数千万5军巅峰的强者，这个数量当真骇人。数千万5军巅峰级的怪物整齐地屹立在天地之间，那个数量竟然与诛仙群岛与3大妖族的大军一模一样，但是整体实力却更为均衡与强大，并且他们每一个都如同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一般，无论是从外表来看还是从内部感应，他们都不像是阵法凝聚而成，就宛如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具有自己的灵性。天下间竟然有着这样的阵法，
能够凝聚出如此栩栩如生的实体。这一刻，就连极为擅长借灵之术的楚风也是眉头微皱，没有想到那将七杀竟然能够凝聚出这样巧妙的阵法。虽然说他是借用了数千万大军的本命力量，但是足足数千万武军巅峰的强大怪物被其召唤而出，不得不说，这真的太恐怖了。武之圣土的手段倒真让我长见识了。不过只凭这些便想破开我这天仙剑阵，那也未免太轻看于我。缥缈仙姑嘴角微微上翘，随后目光猛然一闪，只见那天仙剑阵的数把金剑，仿佛的另一半竟然不再围绕山峰旋转，而是剑锋一转，对向了四面八方，大有只要对方来犯，他们便大开杀戒的架势。只不过对于天仙剑阵的变化，那将七杀却是轻蔑一笑。随后只见其手指缥缈仙锋猛然大喝一声杀，他此话一出，那数千万怪兽便顿时捶胸顿足，发出一阵阵地动山摇的咆哮，紧随其后宛如一道道倒射的流星一般，密密麻麻的向缥缈仙锋暴掠而去。这一刻，缥缈仙锋内的很多人都被吓坏了，除了缥缈仙姑以及楚风等人外，大部分人都是吓得连连后退，生怕对方破开守护大阵，将他们瞬息抹杀。不过那天仙剑阵显然不是吃素的，当那怪物大军掠至到一个范围之际，无数道金色的大剑便暴掠而出，以光一般的速度和碾压一切的威势向那怪物大军斩切轰去。一时之间轰鸣四起，涟漪不断，哪怕那些怪物再强，却也根本无法抵挡那金色大剑的攻击，只要被击中就会瞬息粉碎，绝无机会。但是那怪物也绝非简单角色，只要不被金色大剑斩中，哪怕再恐怖的涟漪也休想伤及他们，宛如无坚不摧的利剑一般，穿越层层金色大剑，直奔守护大阵。金剑虽强，但是数量始终有限，再加上那怪物速度奇快，并且具有灵智，很是狡诈，所以金剑根本无法将他们一一斩尽。怪物开始不断的躲过天仙剑阵，而当他们靠近天仙剑阵之后，也没有盲目的进攻，而是以一种自爆的方式来削弱守护大阵的力量。虽说他们的修为只是在武军巅峰，但是他们自爆的威力却非常骇人，甚至每自爆一下，整座守护大阵都会微微颤动一次，那种自爆的威力简直相当于武王强者的最强一击。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怪物穿越天仙剑阵的防线，那种颤动也是接连不断的响起，整座守护大阵都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地步。倒是有些手段，知道天仙剑阵无法破，便直接攻击守护大阵，看来是我轻敌了。缥缈仙姑眉头微皱，意识到了对方的不简单。仙姑，那些怪物的身上都有着一道特殊的符纸，他们自爆的威力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乃符纸的缘故。在他们自爆的一瞬间，那种威力几乎不亚于一位武王强者的最强一击。虽说武王强者的最强一击也无法威胁到守护大阵，可是这么多的武王级别的攻击连绵不断的发生，守护大阵再强也难以抵挡啊。秋水福烟很是担心的说道：福烟，你说的对，对方的阵法很强，强到超乎我的想象，这样下去的确难以抵挡。事到如今，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了。你现在带着楚风去封魔祭坛，试着沟通一下武文仙境内的那个神秘存在，看他是否愿意看在楚风的面子上，帮助我等逃过此劫。若是他愿意，哪怕武之圣土的人今日也要葬身于此，但若他不愿意，我们就只能离开此处了。缥缈仙姑说道：可是您身为此处的守护者，不应该由您去沟通更好吗？秋水福烟表示不解，若是我能够与其沟通，早就沟通了。在外人眼中，我是这缥缈仙锋的守护者，觉得我在这里得到了多么巨大的好处，但是我自己却很清楚，其实这缥缈仙锋的所谓守护者，不过就是替那神秘存在清理垃圾的看门狗罢了。他并不在乎谁看守此处，只要有人守护此处就可以。但是楚风不同，楚风似乎得到了他的认可，所以楚风也许能沟通他，带楚风去，只要让那神秘存在帮我们即可。不过不要过多停留，有回应也就罢了，若是没有回应，也不勉强，就速速回到此处。说这番话的时候，缥缈仙姑的语气也颇为无奈。我知道了。听到此处，秋水福烟也不再多问，回过身去，抓住楚风便直接向缥缈仙锋的深处掠去。而就在秋水福烟刚刚带着楚风离去之际，缥缈仙锋以及三大妖族的大军便再度将自己的本命力量投入到了那符咒大门之中。而那大门在将七杀的催动下，那符咒大门再度光芒四射，竟然又延伸出数千万恐怖的怪物大军，无论是修为还是数量，都与先前的一模一样，开始连绵不绝地向缥缈仙锋围杀而来。这一刻，缥缈仙锋内的众人皆是吓坏了，他们都能够看出，这样下去守护大阵必破，并且还是在对方会损一兵一将的情况下破开。不得不说，这一次他们完全陷入了劣势。事实上，不只是夏雨、冬雪、秋竹等人，就连缥缈仙锋的守护者缥缈仙姑，此刻也是眉头微皱，但他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尽最大的全力来催动这守护大阵。与此同时，期望着楚风能够成功沟通此处的神秘存在，借助那神秘存在的力量，将此刻缥缈仙锋之外的人全部铲除。又一轮攻击袭来，这一次守护大阵受到的冲击更为强烈。此刻楚风与秋水福烟已然来到了缥缈仙锋的深处，可是仍能够看到那守护大阵所承受的压力，以及那不断爆炸的恐怖涟漪。楚风怎么做？你应该清楚了吧？看了一眼那已然出现裂痕的守护大阵后，秋水福烟便将目光投向了这座山峰之上的那座祭坛。福烟姐姐，我定会尽力而为。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向那所谓的封魔祭坛走去。这座祭坛从外表来看很是古怪，像是一个狰狞的怪物脑袋，而其巨口处便是它的入口处。楚风进入其中后，发现内部更是古怪，
这里面燃烧的竟然是黑色火焰，但那黑色的火焰能够发出了微弱的光芒，将这辽阔的大殿照耀得昏昏暗暗，有些阴森。不过实际上，以楚风如今的修为来说，哪怕没有火焰，也能够看清楚里面的一切。他能够看到这座祭坛很大，但是却很空旷。唯一的关键就是祭坛中心。祭坛中心有座高台，高台之上有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是椭圆形，高有10几米，宽也近10米，像是一只竖立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楚风知道这个镜子就是与那神秘存在沟通的地方，所以楚风直接来到了这镜子前，半跪在地，深施一礼：“你是来求我帮忙的吧？”然而令楚风想不到的是，他还未开口，那镜子之中便传来一声古老沧桑的声音。这个声音与当初在武文仙境内那位神秘存在的声音一模一样。尽管只是一道声音，但是楚风的心中仍是不由微微一颤，因为对方真的太强了。只听这个声音，也能知道对方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前辈，您既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为何不出手驱赶，而纵容这些人来打扰您的安宁？楚风故作不解地问道。来此的路上，秋水浮烟已经对他说了一些事情。这缥缈仙峰本身是一座封印大阵，但是这里的主人却没人知道是谁。缥缈仙姑曾怀疑过，这被封印的神秘存在，实际上便是这缥缈仙峰的真正主人。所以楚风知道，那武文仙境内所见识的神秘存在，虽然更似实力滔天的魔物，但是未必就是被简单的封印于此。这其中的缘由没人知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位神秘存在有拯救他们的能力。楚风的任务就是用尽一切办法让这位神秘存在出手相助。我为何要出手？那丫投身为此处的守护者，若是没有守护此处的能力，换个人来守护此处，那又何妨？那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不带一丝感情。可是前辈，仙姑她守护此处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难道您忍心让她为了守护此处而战死吗？楚风问道。仙姑，她也配这个仙子这个称号？在这里，她得到的好处还少吗？若不是在这缥缈仙峰上修炼，以她的资质，又怎会有如今的修为？又怎能活到今日的寿龄？她镇守此处，守护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守不住，怪不得任何人。不过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便给你指一条生路。突然，那镜子浮现出水波状的波动，一个指甲大小的光芒体，镜子中钻了出来，飘到了楚风的身前。仔细一看，楚风发现这是一个符咒，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符咒，其中蕴含的能量似乎能够改变一些东西。拿着它，走到缥缈仙峰的9000里之外，那个时候此物光芒大盛，只要将其捏碎，便可浮现一座大阵，将你身后之人全部封锁于缥缈仙峰境内，10个时辰之内才会解封。这个时间足够你们逃脱，不过前提是你们能够突破重围，并且将他们全部甩在身后。说到此处，那个声音渐渐淡化，直到彻底消失。楚风知道那神秘存在已经走了，并且无论自己再如何祈求都是无用。这种存在来自远古，活了数万个年头，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根本不是楚风能够以只言片语便可说服的。所以楚风也不再多言，而是站起身来，再度施礼后便直接走出了封魔祭坛。楚风怎么样？可与那神秘存在沟通成功？此刻秋水浮烟正在外等候，见楚风出来，赶忙迎上前去。浮烟姐姐，咱们长话短说，那神秘存在回应了我，只是他不肯出手相助，但他却也并未见死不救，而是给了我们一个逃脱的机会，那便是这个。楚风说话之间，将那个神秘的符咒拿了出来，并且讲述了这符咒的用法。想不到他竟然真的回应了你，这真是不可思议。得知经过之后，秋水浮烟却是一脸的吃惊，但是他也没有犹豫，而是简单的封锁此处后，便带着楚风向入口处返去。当来到入口处之际，那将七杀所凝聚的阵法攻势已然越来越凶猛。楚风能够清晰地看见，在那怪物的狂轰滥炸之下，守护大阵之上已经出现了镜片碎裂一般的裂痕。这座守护大阵已是岌岌可危，随时都会破碎。浮烟，楚风，结果如何？见到楚风，缥缈仙姑急忙问道。此刻他的脸色有些苍白，显然催动着守护大阵以及天仙剑阵，他也消耗了不少力量。仙姑，这个交给你。而楚风则是赶忙将那符咒交给了缥缈仙姑，并且简单的讲述了一下如何使用这符咒逃脱此处。因为楚风能够看出，这缥缈仙峰是根本守不住了，眼下若想保命，唯一的方法就是突出重围。楚风，他既然将这个交给了你，那这个就要由你来使用。然而得知经过后，缥缈仙姑却并未将那符咒收起，反而推还给了楚风。而紧随其后，缥缈仙姑手指探出，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这才将目光投向身后的众人，高声说道：“楚风、浮烟、春舞、夏雨、秋竹、冬雪、紫菱、苏柔、苏美、颜如玉、江无伤、张天翼全都站到圈内。我们今日要杀出一条血路。”听得此话，楚风等人不敢怠慢，齐刷刷地踏入了那圈内。在楚风等人进入之后，缥缈仙姑的双手急速变换，随后大袖一挥，夹带着无数道符咒的结界大阵便浮现而出，将楚风等人包裹在了其中。然而就在那结界大阵成功凝聚之际，那结界大阵之中的符咒竟然如光一般急速旋转。在这种旋转之下，那结界阵法竟然从光体化作实体，化作了一个满是符咒的袋子。当那阵法化作袋子之后，缥缈仙姑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竟然拿出乾坤袋，浮光流转之间，将那装着楚风等人的结界阵法收入了乾坤袋之内。此幕一出，莫说是旁人，就连楚风等人都是大惊。要知道乾坤袋
是无法收取生命体的，而楚风等人显然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体，按理来说根本无法被收入乾坤袋内。眼下之所以可以这样，显然是缥缈仙姑的这结界阵法的缘故。最主要的是，当楚风等人进入乾坤袋后，竟然还可以透过乾坤袋清晰地看到外面的一切。不得不说，缥缈仙姑的手段实在是厉害，连楚风都是敬佩不已。仙姑救命！仙姑救命！眼看着楚风等人都被收入了乾坤袋，那些负责看守缥缈仙风的老头们则是慌了，很多人都赶忙跑到缥缈仙姑近前跪地磕头，因为他们已然看出缥缈仙姑是不准备带着他们离开了。但是身为缥缈仙姑的手下，若没有缥缈仙姑保护他们，一旦守护大阵被攻破，他们将是必死无疑。当初你们来到缥缈仙风的时候，皆发过毒誓，要与缥缈仙风共存亡，今日便是我仙风存亡之际，你们是想背弃誓言吗？缥缈仙姑冷声问道。仙姑饶命！仙姑饶命！我们不想就这么死，我们还想继续追随仙姑。仙姑带我们走吧。虽然听了缥缈仙姑的话后，少部分人不再祈求，而是站起身来，退回到了原地，但是大部分人仍在磕头哀求，希望能够博得一线生机。由此可见，在生死关头，哪怕是这些活了多年的老者，也可以为了求生而放弃尊严。看着这样一幕，缥缈仙姑则是手指摆动，再度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多谢仙姑，多谢仙姑！见到这一幕，那些哀求之人赶忙爬起身来，向着圈内跑来。可谁曾想，还不待他们进入此圈，缥缈仙姑便大袖一挥，将那些人全部吹飞开来，一个个口吐鲜血，脸色苍白，竟被直接打成了重伤。危急关头才是见证忠心之时，你们这种贪心怕死之人，不配继续追随于我，留在此处自生自灭吧。话罢，缥缈仙姑的袖袍再度一卷，竟将那些没有继续求饶的人卷入了圈内，随后再度凝聚阵法，将这些人也全部收入了乾坤袋内。做完这些之后，缥缈仙姑便猛然转过身来，将那凌厉的目光投向仙锋之外的数千万大军，高声喝道：“不管是谁，反敢犯我缥缈仙锋者，我皆斩之！”他此话一出，那天仙剑阵以及守护大阵竟然瞬息解除，而这一刻，缥缈仙姑也是如光一般爆射而出，只不过她并未直接逃跑，反而是袖袍卷动，释放出一种磅礴的武力。那武力一出，竟然化作无数只奇异的怪鸟。那鸟非常漂亮，但长得很是怪异，并且异常凶猛，宛如万千剑矢一般，一边发出刺耳的鸣叫，一边四下飞窜，所过之处，连虚空都划出道道黑色的弧线。而那强大的符纸怪物竟然无法抵挡那飞鸟的一击，被一一洞穿，简直比天仙剑阵的金色大剑还要厉害。这种威势是人尽武技，人尽武技那般之难，仙姑竟可举手投足之间随意施展。这一刻，躲在乾坤袋内的楚风也是一脸的惊讶，为缥缈仙姑的手段所折服。不过那些符纸怪物显然也不是简单的角色，在天仙剑阵和守护大阵瓦解之后，便全部向缥缈仙姑围攻而去，并且还未靠近，便猛然爆开来炸，想要通过那肆虐的能量涟漪来混淆缥缈仙姑的视线，以此寻找破绽，以对仙姑发动致命攻击。这个小鬼竟然这么厉害，这便是武之圣土的手段吗？而看着那因符纸怪物连绵爆炸所形成的恐怖涟漪，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的人马也是满面吃惊。他们能够感受到那由无数爆炸而形成的能量涟漪有多恐怖，莫说是武军强者，恐怕是寻常的武王也将丧命其中。可是谁曾想，在那遮天蔽日的涟漪之中，竟然再度传来刺耳的鸟鸣。与此同时，只见无数只怪异的飞鸟夹带着那恐怖的攻势向大军飞掠而来。他竟然穿越了那符纸怪物的围攻，准备进行反攻。大家小心，缥缈仙姑要杀过来了！这一刻，三大妖族的族长以及慕容聂空皆是眉头紧皱，几乎同时高声呼喊。与此同时，在他们的脸上也布满了凝重之色，没有一个人敢有所轻敌，因为他们很清楚此刻面对的是怎样的对手。这是整个东方海域最强大的人物之一，缥缈仙姑。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缥缈仙姑的手段。就当大军做好了防御的准备之际，那鸟鸣之声竟再度响起。定目一望，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乌压压的一片怪鸟，宛如云朵一般叠加而来，那个数量简直就是数不胜数，并且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急速分散，呈包围之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大军之中飞掠而来，布置结界，抵挡攻击。这一刻，在慕容聂空的带领下，三大势力的强者一同出手，以此来抵挡此刻缥缈仙姑发动的人尽武技。可是那怪鸟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不仅数量极多，并且飞掠的方向也是异常刁钻，哪怕是众多武王一同出手，却也是无法尽数抵挡。最终还是让那怪鸟突破重围，进入大军之中。而随着他们的进入，一道道血花不断浮现，一道道惨叫不断响起，一场杀戮也是随之到来。只是眨眼之间的功夫，那数千万大军便死伤数万，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化作了毫无意识的尸体，接连不断的从高空之上坠落而下。而这便是他们来犯缥缈仙锋的下场。此时此刻，怪异的鸟叫响彻不断，仿佛死亡的序曲，单听这个声音便让人为之战栗。而那怪鸟更是在大军之中穿梭，不断突破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强者的胸膛，穿透之际，不但会带出大片的血花，还会带走他们的生命。可恶，这禁忌武技太厉害了，我等根本无法阻挡。老祖，我们该怎么办？眼下慕容聂空也是眉头紧皱，身为五品武王的他虽然厉害，但是却根本无法与缥缈仙姑抗衡。事实上，莫说是他，哪怕是慕容命天出手，也只能阻挡大部分怪鸟，却无法彻底抵挡，所以才导致此刻诛仙群岛的大军陷入了混乱之中。擒贼先擒王，枉费
你们身为一宗之主，竟然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就在这时，那江七杀突然开口了。此刻，他的手中捧着一本厚重的古老书籍，那正是先前化作通天大门的那本书籍。眼下他已然将大阵收起，并且正笑眯眯地看着慕容命天等人。江七杀，你是故意放他出来的吧？而这一刻，慕容命天的目光则是光芒一闪，现出了一抹质疑。江七杀的那万千伏兵阵，连天仙剑阵都可以避开，从而攻击守护大阵。就算无法阻挡缥缈仙姑，但也不至于这么快便被突破。所以他确定是江七杀故意为之，他是故意放缥缈仙姑出来的。我只负责破开这大阵，可没说过要帮你对付这个老太婆。江七杀微微一笑，竟也不否认，反而很是从容地将那本古老的书籍收了起来。你千万不要以为离开了你，我们就应付不来。慕容命天冷冷的一笑，随后身形一纵，便拔空而起，向缥缈仙姑的方向掠去。慕容命天出手了。同为六品武王的他，气息丝毫不比缥缈仙姑弱，并且其掌心一翻，一把三尺清风也是出现在手中。这三尺清风看似寻常，可是伏羲而出之际，顿时风云变幻，一股独霸天下的王者威压从天而降，甚至就连慕容命天的战力也在此刻倍增。此乃王兵，人尽幻剑诀。王兵一出，慕容命天便直接发动攻势，在其剑指缥缈仙姑之际，一道白光便爆射而出，最终形成一把巨大无比、威力极强的白光大剑，刺向了远处的缥缈仙姑。竟然同样是一种人境武技，虽然同是人境武技，但是这慕容命天所施展的人境武技，显然比缥缈仙姑所施展的还要厉害。先不说他所施展的人境武技只攻一点，使得强大的竞技武技力量得以浓缩和加强，最主要的是他所施展的这人境武技是融合了王兵的力量的。王兵本身就是为武王强者打造，在其手中可以发挥出真正的毁灭性的威力。按理来说，武王强者手持王兵便可横扫一方，无论什么武技都不如他这王兵的力量来的强大。可是慕容命天在拿出王兵后，还施展出了人境武技，那种威力自然是惊天动地，远非缥缈仙姑的人境武技可比。慕容命天，你欺师灭祖，背叛师门，今日还敢带领大军攻打先锋，大逆不道之事你已做绝。今日我就替各位师兄师妹报仇，杀了你这个丧心病狂之辈。而见慕容命天攻来之后，缥缈仙姑不但不惧不怕，反而是袖袍一挥，一道白绫便自其袖袍之中爆射而出。那白绫出现之后，便急速扩大，化作遮天蔽日之势，以狂莽饶天的姿态，将慕容命天所发动的人尽幻剑诀缠绕。这样一幕惹得众人为之吃惊。但是最惊人的一幕还在后面，只见那白绫猛然紧缩，只听得一声巨响，那已经成型的人尽幻剑诀竟被那白绫给粉碎开来。怎么可能？老祖施展的人尽幻剑诀乃是武技巅峰，此等武技绝对可以斩杀一切，怎么会被如此轻易的粉碎？见到这一幕，慕容寻很是不解，那不是简单的白绫，那乃是一件王兵。只不过缥缈仙姑故意隐藏了白绫的王兵气息，但实际上他的力量已经得到增加。慕容聂空解释道：可是就算那是王兵，也不该如此轻易的瓦解老祖的人尽幻剑诀才是，毕竟那人尽幻剑诀是老祖借用王兵之力所施展的。慕容寻仍是感觉不可思议，对于此话，慕容聂空也是一愣，不知如何解释。愚蠢的问题。可就在这时，那来自五之圣土的年轻人江七杀却是微微一笑，且笑容之中还尽是讽刺之意。你这是什么意思？慕容寻有些不悦地问道。同样是手握王兵，对方可以只凭借王兵的力量便瓦解你家老祖的攻势，这说明什么？你还不清楚吗？这说明那老太太的实力要在你家老祖之上，你家老祖此次是危在旦夕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那老太太的对手。江七杀说道。你胡说，我家老祖修炼近千年，他老人家的实力之强，哪怕是七品武王也未必能敌，怎么可能不是缥缈仙姑的对手？慕容寻勃然大怒，根本无法接受别人这样说他的老祖。你家老祖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用这个态度对我说话？而这一刻，那江七杀虽然面色不改，但是目光之中却突然闪现过一抹杀机。看到那抹杀机之后，慕容寻顿时面容大变，向后连连倒退，险些没有栽倒下，从高空坠落而下。玄儿，不得无礼！见状，慕容聂空赶忙搀扶住了慕容寻，随后故作严厉的训斥道：快向江七杀大人认错！对于慕容聂空此举，众人皆是一愣，不解为何堂堂诛仙群岛岛主，一位五品武王高手，会这般惧怕那江七杀。但是先前还满面愤怒的慕容寻，此刻却并没有继续绷着，而是站稳身形后，赶忙对江七杀抱拳施礼，很是恭敬的道：小人无礼，还望大人莫怪。他不敢不认错，因为就在先前那一刻，他在江七杀的目光之中看到了两个字：死亡。对方太可怕了，简直是他目前为止见过最可怕的人。哪怕是桀骜不驯的慕容寻，也是不敢再有任何的架子。因为尽管对方的年龄还没有他大，但是他如今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来自五之圣土的年轻人的确太恐怖了。天际之上，慕容命天正与缥缈仙姑交战在一处，两位六品武王手持王兵，你来我往，不断施展出强横的武技，发动凶猛的攻势。那等威势太过凶猛，使得诛仙群岛的联盟大军也是不得不向后退去，生怕被那狂暴的涟漪卷入其中，因此丧命。尽管因为慕容命天的出手，使得诛仙群岛的大军免遭了缥缈仙姑的屠杀，但是此时此刻，诛仙群岛的大军却皆是眉头紧皱。虽然六品武王的战斗惊天动地，无论是速度还是威势，都远非常人可比。在场的很多人根本看不清二人的出手，只能看到那狂暴的涟漪爆炸开来，
很少天际，但是他们不是傻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手之后，他们还是发现，竟如江七杀所说，慕容命天真的不是缥缈仙姑的对手。几乎从二人交手的那一刻起，缥缈仙姑便反客为主，一直压制着慕容命天，并且这种压制越来越明显。现在慕容命天已大有不敌之势，对于这种情况，所有人都是胆战心惊，后怕不已。慕容命天是他们之中唯一能与缥缈仙姑抗衡的存在。若是慕容命天出现了意外，那么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通过刚刚缥缈仙姑施展那恐怖怪鸟的一幕，便可以想象得到了。面对缥缈仙姑那种强者，根本不是人数多就能够获得优势的。哪怕他们人数再多，但是在缥缈仙姑的面前，也不过是一群蝼蚁，想要斩杀，乃是轻而易举。恐惧弥漫在所有人的心中，不安洒在所有人脸上，因为缥缈仙姑的强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之前在残夜魔宗还统治东方海域之时，魔宗之主威震天下，几乎无人能敌。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说过，缥缈仙姑是能够与魔宗之主抗衡的存在。那时很多人不信，但是今日他们信了。就在这时，连绵不断的轰鸣再度响起，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狂暴的涟漪也是席卷开来。虽然因为距离原因，那狂暴的涟漪无法席卷到他们，但是涟漪所掀起的飓风却已是凶猛来袭，夹带着滚滚翻腾之势，宛如奔走于天际的狂风巨浪，向大军冲击而来。不好，这一刻，慕容孽空以及三大妖族族长皆是面容一变，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赶忙布置结界且施展防御手段以来抵挡。可是那飓风的速度实在太快，竟然还未等他们的防御构建完毕，已是轰然而至。那飓风太过凶猛，几乎除了武王强者外，无人能够抗衡。数千万大军宛如被巨浪拍晕的小鱼，在阵阵惊呼声中被狂风吹得连滚带爬，四散而下。只是顷刻之间，诛仙群岛以及三大妖族所集结的千万高手便已溃不成军。然而，当慕容孽空等人将目光调转，投向慕容命天与缥缈仙姑的战圈之后，那本是不安的脸上更是涌现出了惊慌之容。因为此时此刻，那肆虐的涟漪已然消散，在远处的天际，他们能够看到两道身影正在纠缠。缥缈仙姑袖袍之内的白绫遮天蔽日，宛如茫茫然云海形成，又似一条奔走与天际的白色巨龙，不仅威势凶猛，气势更是骇人。再观慕容命天，手握3尺清风，虽然气势依然不减，但是他的金袍之上已经是浮现出道道鲜红的血迹，就连其苍老的脸上以及那紧握王兵的手掌，也是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血痕。他竟然受伤了！江七杀大人还望着我家老祖一臂之力。眼见大事不妙，慕容孽空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江七杀。对于慕容孽空此举，三大妖族的族长先是不解，但是从慕容孽空那诚恳的态度之中，他们也是看出了一些端倪。在东方海域，楚风已是战力逆天，被称为绝世奇才，可以跨越境界作战，甚至胜过比自己高出3品境界之人。而既然在东方海域都有如此妖孽，那么在五之圣土那片神奇的土地，类似楚风之人应该也有很多。也许这位江七杀就是这样一位天才。尤其是想到先前江七杀布置阵法，根本没用他们这些武王强者出力，只是运用武军强者的本命力量，便将那坚不可摧的守护大阵攻破后，他们更是坚信这位叫做江七杀的年轻人应给非同寻常才对。也许他真的能够成为解救他们的关键所在。我救你家老祖有何好处？听得慕容孽空的话后，江七杀并未直接出手，而是笑眯眯地问道，且那笑容之中别具深意。他竟真的在索要好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本是联盟，你出手乃是天经地义，还要什么好处？莫非是借用我等力量破开这守护大阵之后，觉得我等没用利用价值了，便想过河拆桥吗？这一刻，诛仙群岛的第5仙终于忍无可忍，实在受不了江七杀这种傲慢的态度了。住口！见状，慕容孽空赶忙呵斥第5仙，生怕他得罪了江七杀。没什么，他说的很对，我现在就是觉得你们没用利用价值了，想要过河拆桥，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呢？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那江七杀竟然认可了第5仙所说之话，并且在其说话之间，将那微密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众人，且在那微密的目光之中，再度闪过一抹寒芒。这一刻，所有人的脸色都绷不住了，不由自主地向后倒退一步，与江七杀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暗中调转武力，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的战斗状态。眼下，不只是慕容孽空，就连三大妖族的族长脸色也是非常难看，目光闪烁不定，涌现着既愤怒又胆怯的复杂情绪。现在对方已经将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换作是谁都无法继续淡定，尤其是对方来历特殊，背景与实力皆是强大，若他利用完自己，真的杀人灭口，私吞好处，那他们这些人也的确是要大难临头。尽管愤怒，但是考虑到眼前的情况后，慕容孽空还是强忍着怒火，整理了一下情绪，说道：江七杀大人，我家老祖出自这缥缈仙锋，对这缥缈仙锋内的一切非常了解，与其您盲目探索，倒不如让我家老祖帮你寻得其中的好处。而那缥缈仙姑虽是此处主人，但是她却绝对不会帮你，这其中的利与弊，想必你应该清楚。哈哈，看你这话说的，我刚刚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们既是盟友，我又怎么会对你们见死不救呢？而听得此话后，江七杀则是哈哈一笑，一副先前的一切都是开玩笑的模样。但是此时此刻，慕容孽空等人虽然表面平和，但内心却在起伏。他们都很清楚，这个年轻人太过狡诈阴险，当真不该与他联盟。不过可惜，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就在这时，又是一道刺耳的轰鸣响起，远处慕容命天与缥缈仙姑又一次激烈的对决，并且这一次造成的威势比先前还要凶猛。江七杀小友，
可否助老夫一臂之力。这一刻，慕容明天也是忍不住开口了。他开这个口，真乃是无奈之举。此刻的他伤势更为严重了，就连气息都是开始下滑，脸色苍白，浑身是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甚至连那握着王兵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可是，在观缥缈仙姑不但毫发无损，反而衣衫舞动，那白绫宛如一条巨大无比的白龙，在其四周舞动，那种气势仿佛可以粉碎一切，无可匹敌。慕容命天，好歹你也是一个修炼了几百年的男人，居然打不过一个老太婆，未免太过丢脸了吧？江七杀脚踏虚空，缓缓行来，任凭一波又一波恐怖的涟漪不断自其周身席卷而过，却也无法阻止他靠近的步伐。仙姑，那江七杀虽只是四品武王，但是他的战力绝对不止四品武王这么简单，不要与他交手，趁着现在立即离开为妙。眼见着江七杀走来，楚风赶忙提醒道：“从一开始他便觉得，真正的威胁并非诛仙群岛，而是那来自五之圣土的江七杀。我管他来自哪里，管他是何战力，敢来犯我缥缈仙锋，我就绝不饶恕。”然而缥缈仙姑却根本不听楚风的话，此刻暴怒如雷的他，并没有打算第一时间离开，是要进行凶猛的反扑，所以他也不顾及那缓缓而来的江七杀，控制着王兵白绫，便再度向那慕容命天席卷而去，想要索其性命。老太婆，你这是要无视我吗？见状，那江七杀微微一笑，随后只见其脚步向前一踏，光芒闪烁之间，顿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竟然已是缥缈仙姑的近前。老太婆，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实力。当缥缈仙姑反应过来之际，江七杀正微眯着双眼看着缥缈仙姑，但是他的手掌却夹带着凌厉的风声以及强大的力道，对着缥缈仙姑的面门拍了过来。见状，缥缈仙姑向左侧闪去，以灵敏的身法和极快的速度，刚好躲开了江七杀的这道凌厉掌势。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江七杀的手腕一转，一股凝聚了王级武力的强劲掌风便自掌心爆射而出，再度对缥缈仙姑的面门袭来。那掌风不容小觑，缥缈仙姑只得再度躲闪。然而江七杀的另一手却突然探出，五指紧握，只见一层波动涌动之际，便是直接一拳轰出。此拳一出，顿时威压四射。这看似平常的一拳，竟是一种强劲的武技，攻击面积极广，几乎覆盖了缥缈仙姑的四下退路。眼见此拳无法闪躲，缥缈仙姑在身形暴退之时，只得意念一动，凝聚出一层金色结界，覆盖在其前方，以来抵挡此击。不过他还是低估了江七杀。江七杀的一拳之威，不但破开了缥缈仙姑的结界，更是将那金色的结界震成了粉碎。这一刻，缥缈仙姑也是眉头紧皱，感觉到只是一味躲避不是办法，于是在其闪躲之际，袖袍也是微微甩动，而那萦绕在天际的白绫，顿时将其王兵的王者气息散发而出，夹带着滚滚威压和惊天动地之势，向江七杀反攻而去。可是哪怕如此，江七杀却依然笑意不减，竟不顾王兵来袭，从容应对之间，继续对缥缈仙姑发动攻势。那攻势之凌厉，简直一波接一波，并且招招出其不意，哪怕是缥缈仙姑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好厉害，这个江七杀竟然真的压制了缥缈仙姑，并且他连王兵都未动用，以4品压6品，此子果然是奇才，这便是五之圣土的妖孽吗？难怪他会这般自傲。见到这一幕，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众人皆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武王与武君不同，境界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能够跨越2层境界，压制对手的战力，绝对不比楚风在武君境跨越3品境界弱，甚至还要更强。但是当真正的见识到了江七杀的强大后，慕容聂空等人更是眉头紧皱，脸色凝重，因为江七杀如此厉害，并且心机极重，对于他们来说也未必是福。仙姑，此子实力很强，不要与他纠缠，还是先离开此处，日后再报此仇不迟。这一刻，秋水浮烟也是忍不住开口相劝，因为事到如今，几乎是个人都能够看得出来，江七杀是保留了实力的，但是缥缈仙姑显然保留的实力不多，二人的强弱已分，继续纠缠下去，缥缈仙姑只会吃大亏。小鬼，你是何门何派？可敢报出身份背景？缥缈仙姑显然不甘，怒声问道：“老太婆，既然你都开口打听了，我今日就告诉你，你给我竖起耳朵听好了，我来自五之圣土咒土门，你若想报复，随时欢迎。不过你这种天赋，就算再修炼个几万年，对我咒土门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废物，连我咒土门的大门都跨不进。”江七杀嘴角上翘，那种弧度之中尽是讽刺之意，完全没有将缥缈仙姑放在眼里，狂妄自大，日后有你好看。缥缈仙姑冷哼一声，另一只袖袍便猛然一挥，只听得一阵刺耳鸣叫，无数只怪鸟自其袖袍之内爆射而出，向江七杀围攻而去。这正是先前缥缈仙姑用来围杀诛仙群岛大军的人尽武技，只不过此刻密密麻麻的怪鸟却是只攻一点，围殴一人，那等威势当真恐怖，围观之人只是看上一眼，便已头皮发麻，背脊发寒，相当骇人。而缥缈仙姑在发动着强悍的人尽武技之后，却并未趁胜追击，而是身形一转，施展出一种速度极快的身法武技，化作一缕流光向远处飞掠，想要逃离此地。放心，我会放你离去，给你一个日后复仇的机会。只不过既然我出手了，自然不会让你全身离去，留下些什么再走吧。可是面对那密密麻麻的怪鸟，江七杀却冷然一笑，随后掌心一翻，一道符纸出现在掌心，只见手臂一甩，便将手中的符纸丢了出去。那符纸脱手之后，便急速旋转，开始变化，最终进化做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竖立在半空之间。那黑洞看着诡异，感觉更是怪异，宛如无底洞一般，
从中散发出磅礴的吸力，任凭那怪鸟再多，却也难以地动那恐怖的吸力，最终夹带着刺耳的鸣叫，尽数被吸入了那黑洞之中。这个小鬼！而这一刻，哪怕缥缈仙姑也是面容大变，因为她惊愕地发现，那黑洞浮现之后，竟然连她的速度也是暴减。若不是她施展的武技很是强悍，此刻定然会被那黑洞吸收过去。师姐，别急着走，再与师弟谈谈心如何？与此同时，那慕容命天也是一脸怪笑的飞掠而来，想要趁机对付缥缈仙姑，想阻拦我，没那么容易。缥缈仙姑目光一闪，随后袖袍一挥，那王兵白绫竟然脱袖而出，化作了一条白龙。那白龙拥有龙角龙爪，甚至有着白光闪闪的龙鳞，那巨大的身躯以及强大的气息，行走于天际，就宛如一条真龙一般。白绫所化的白龙异常凶猛，张口可吞云雾，动爪可撕虚空，宛如具有灵智一般，竟与慕容命天站在一处，直接将慕容命天拦了下来。而就在这时，缥缈仙姑的袖袍再度挥动，竟又有一条白绫自其袖袍之中掠出，再度化作一只白龙，向江七杀攻而去。有趣，想不到在这种地方竟然有人能够打造出一队王兵，不过可惜这种程度的东西可是挡不住我的。看着那凶猛的白龙掠来，江七杀依然面色不改，只见其手腕一转，数道符纸便浮现而出，在其大臂甩动，那符纸便像如利剑一般，夹带着破风之音，向四面八方爆射而去。与此同时，层层金色的结界也是自其体内溢出，将那所有符纸相互连接为一体，震开。完成这一切后，江七杀轻喝一声，只见一道刺眼的光芒一闪而过，那连接为一体的符纸便化作一只通体的大网，直接将那条王兵所化的白龙笼罩在了其中。将白龙笼罩之后，那大网又急速收缩，最终化作了原来符纸的大小，如同一个符纸包包一般，落入了江七杀的手中。虽然此刻那包包左摇右摆，剧烈的挣扎，可是那王兵所化的白龙显然已经失去了对抗江七杀的能力，被擒住了。一模一样的王兵，一个轻而易举地阻挡住了慕容命天，可是这另一个只是一个照面，便被江七杀所收服。这之间的差距之大，却也充分地证明了江七杀的强大。可恶，这小鬼怎么掌握着如此恶心的手段？眼见着自己的王兵被收，缥缈仙姑的脸色愈加难看，但是她却并未回头，而是急速向前飞掠。可是江七杀显然不准备放缥缈仙姑离去，只见他将两道符纸丢出，贴于脚底，竟然一步数十里。他大步迈出，狂奔之间，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缥缈仙姑追赶而来。咒土门，这便是五只圣土的人。而眼见着那穷追不舍，并且不断展现出从未见过手段的江七杀，楚风的目光闪烁不定，这是他第一次见识到五只圣土之人的手段。可以说，江七杀的表现并未让他失望，甚至还让他有些意外。楚风可以看出，江七杀掌握的手段是依靠那特殊的符纸来加强自己，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御，甚至是速度，在那符纸之下都得以极大的提升。楚风甚至觉得，若是比拼战斗力，这江七杀甚至比自己还要强上一些。而这江七杀只是来自五只圣土而已，并不能说他就是五只圣土最强的天才。倘若他不是五只圣土最强的天才，那么五只圣土最强的天才会是怎样？那片土地的其他强者又会强大什么地步？莫非在这个世界，如同神话一般的五帝强者，在那方天地也活跃着不成？这一刻，楚风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江七杀先前对缥缈仙姑所说的话，也许他说的是对的，哪怕缥缈仙姑再修炼几万年，也无法闯入他修炼的宗门。这就像是九州大陆的最强者，也无法到东方海域撒野一样。江七杀的强大让楚风不安，因为眼下的他很可能会封锁楚风等人的生路。但是与此同时，江七杀的强大却又让楚风兴奋，越发的期待踏入五只圣土那片土地。正所谓遇强则强，唯有那强者辈出之地，才是真正蜕变的圣土。老太婆，我今日放你走，不过他们你就留下来吧。就在楚风愣神的功夫，那江七杀的声音突然响起，抬头观望，江七杀竟然已经追赶而来，并且一道符纸已是脱手而出，如闪电一般落在了缥缈仙姑的乾坤带上。就在那符纸落下之际，竟然爆炸开来，不只是乾坤带被硬生生的炸开，就连那包裹着楚风等人的阵法也是瞬息碎裂。一时之间，楚风等众人便纷纷浮现于半空之上，脱离了缥缈仙姑的庇护，站在了那江七杀的面前。眼见着江七杀破开自己的阵法，将楚风等人自乾坤带内给轰了出来，缥缈仙姑顿时面容大变，一掌轰出，向江七杀发动凌厉攻势。另一边袖袍卷动，想将楚风等人再度聚在一处，以便守护。今日你走，我不留你，但是这些人你就一个都别想带走。江七杀冷然一笑，手臂轻轻一摆，一层王级武力一出之间，便轻易地解开了缥缈仙姑的攻势。与此同时，他另一只手掌微微张开，数道符咒便爆射而出。那符咒出现之后，开始凝聚在一处，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黑洞一出，顿时一股磅礴的吸力暴涌而出，层层倒流的风力在周遭游动。楚风等人便如同断线的风筝，开始顺应那倒流风力，向那黑洞飞去。糟糕！这一刻，楚风意识到了不妙，意念一动，便释放出数道金色的结界锁链，将紫菱、苏柔、张天翼等人捆绑住，与自己连接在一起。可是奈何那吸力太强，连楚风自己都无法逃脱，就算捆住紫菱等人，也是没有毫无用处。因为眼下
莫说是楚风，就连身为2品武王的秋水伏烟，此刻也是无法抗拒那种磅礴的吸力，正在被那黑洞吸取过去。一时之间，各种惊叫此起彼伏，已是有人率先落入那黑洞之中，消失不见，连一道气息都没有留下，就如同彻底消失了一般。恐慌、不安弥漫在所有人的内心与脸上，因为他们很是清楚，若是被吸入那黑洞之中，将代表着什么？那代表着死亡。这一刻，楚风咬牙切齿，心中又怒又恨。他怒，被这个来自五之圣土的江七杀逼到这般田地；他恨自己技不如人，就连与其抗衡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至亲至爱之人与自己一样，不断向黑洞之中滚入。蛋蛋，该怎么办？告诉我该怎么做。无能为力之际，楚风只得向蛋蛋求助。楚风，别慌，依我看，那黑洞只是一种结界入口，更像是一个牢笼，他只是要抓住你们，并非是要杀你们。蛋蛋提醒道。但是实际上，这位女王大人此刻也很没底气。而就在这时，道锁链之音响起，与此同时，金色的光芒也不断自四周闪烁，最终如金蟒一般，纷纷缠住了楚风等人，制止住了楚风等人向那黑洞掠去的动作。仙姑回头一望，众人皆是大喜，因为他们能够看见那刻满了复杂符咒与纹路的金色锁链，来自缥缈仙姑，是缥缈仙姑救了他们。只不过此刻缥缈仙姑的脸色也很不好看，可见面对那黑洞，她也是承受住了巨大的压力。突然之间，众人皆是惊叫一声，他们感觉到那股吸力瞬息倍增，甚至连缥缈仙姑也是不由得向前踏出了一步，竟然大有难以抵挡之势。回头观望，只见江七杀站在原地，微笑着注视着众人。虽然他未对仙姑动手，但是他正将一张又一张符纸丢入那黑洞之中，每丢入一张符纸，那黑洞便会扩大1圈。与此同时，那黑洞所散发出的吸力也是增加1倍。老太婆，你现在走还来得及，若是不走，小心我改变心意。江七杀淡淡的开口了，话语之中充斥着浓郁的自信。就放佛缥缈仙姑是走是留，不过在他一念之间而已。果不其然，在那不断增强的黑洞面前，那锁链也是渐渐不支，并且很多人都开始发出悲惨的哀嚎。仙姑，这样不行，就算你能通过锁链，我等此刻不落入那黑洞之中，但是那强大的吸力却不会因此减弱。这样下去，哪怕我等没有落入黑洞之中，却已被那恐怖的吸力硬生生的粉碎了。秋水伏烟开口说道，他说的没有错，那吸力太恐怖，若是不顺应于他，被他吸取进去，那么就将面对那吸力的强大力量，而那力量太强，恐怕在场的很多人都难以抵挡，最终会被硬生生的粉碎肉身而死。仙姑，不要管我们了，您走吧。这一刻，楚风也是开口了，他是发自肺腑的。事到如今，他已经看透了局面，江七杀太强了，他的强大绝对不止表面这么简单。缥缈仙姑真的不是他的对手，这样下去只会牵连缥缈仙姑，与其全部被这江七杀活捉，还不如让缥缈仙姑安然离开。不行，我不能放任你们不管。缥缈仙姑咬了咬牙，与此同时，凌厉的眼眸之中闪烁一抹决意。突然，只听得一声巨响，他的体内竟然涌现出一层白色的光芒。那光芒浮现之际，缥缈仙姑的气息顿时倍增。仙姑，你见到这一幕，秋水伏烟脸色大变。师尊，不要！与此同时，春武等人也是惊声尖叫。这种感觉，事实上不仅是他们看出了不对，就连楚风也是感受到了不对劲。此刻缥缈仙姑散发的力量太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想象。通过敏锐的感应力和天眼的观察力，楚风发现缥缈仙姑此刻获得的力量，竟然比服用禁药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大。她竟然在运转特殊的玄功来燃烧自己的生命修为，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修为来解救众人。师尊，不要管我们，您快走。仙姑，你不能为了我们这样做。这一刻，春武等人都哭了，哪怕是秋水伏烟的双眼也是红润起来。显然他们都知道缥缈仙姑动用此招意味着什么，可是缥缈仙姑却并未理会他们，而是自顾自地说道，苦苦修炼几百载，只为守护至亲人，时机一到，燃烧己身，人挡杀人，神挡杀神。此话一出，那白色的光芒顿时大盛，宛如明日一般普照四方，瞬息吞没了那片天地，就连远处的诛仙群岛大军也是能够清晰所见。这一刻，莫说是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的千万大军，就连那还与白龙争斗的慕容命天也是眉头紧皱，脸色大变，惊呼道，他竟然练成了那本玄功。